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1月20号，今天是星期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今天我们来讲一则故事，叫做找自己。找自己。好，那么来上老师的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你也可以成为我的会员 YouTube 会员，支持我的工作。欢迎秀秀、艾云、Henny 还有蓝墨 Alexander 秀珍，还有慧君，还有很多同学哦，我不晓得你们的名字怎么念哦。好 OK， 那今天呢这个故事叫找自己，到底谁要找自己呢？今天是大冬至吗？我不晓得今天是不是冬至耶，不过今天台湾的确有点冷哦。好 Hello Halloween， 好，我们来开始讲故事吧。找 to find 自己 self， 找自己。我们人生有时候不晓得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常常需要找自己，我是谁？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开始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谁？所以呢，今天故事里的主角可能像你一样，有一样的问题。我是谁？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呢？好 Hello Mandarin，忽略自己的存在。对，我们有时候会忘了内省，对不对？ Reflect yourself， 有时候会忘了去反省自己，有时候会忘了思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Hello 裴静，伊利亚欢迎。好，18岁的阿哲常常觉得自己活在父母的期望里，他很累，也不太开心。好，那我们的主角18岁了，我们中文常常说18岁的阿哲，然后当一个主语哦。好，常常觉得自己活在父母的期望里 expectation。 好，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活在父母的期望里？什么意思？比如说父母希望你当医生，你就强迫自己读很多医生的书，去医学院学习，但是后来你发现你自己其实不想当医生，是父母希望你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是活在父母的期望里哦。吾日三省吾身哦。好，这是应该是《论语》里面的句子。老师找到自己了吗？还在找要找到自己啊，真的不容易哦。好，他很累，这个累应该是心累，不是身体的累。我觉得阿哲他是心累啊，也不太开心。当然，如果父母的期望是做你不想做的事情，可能你会觉得很不开心。你会思考，为什么我要做别人要我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哦，好，对啊，在中国应该有很多像阿哲这样的年轻人吧。因为啊，中国的父母很喜欢干涉或干预他们儿女的想法，很多中国的父母很喜欢干涉自己儿女的想法或行为啊。好，心累，心很累啊。父母希望他学医，他们总说当医生能赚很多钱，在亲友面前也很有面子。父母亲都是这样，对不对？他们总是要面子，希望自己的小孩出人头地，希望自己的小孩有出息。那么他在亲友面前，爸爸妈妈可以抬起头，很有面子啊。好，学医就是去当医生啊，去医学院读书，这个叫学医啊。那当医生有什么好处？可以赚很多钱，而且呢，父母亲跟亲友说，我的儿子是医生哦，哇，他们觉得很有面子
啊。当医生其实压力很大，对不对？啊，东方的父母亲，对，我觉得亚洲的父母都是这样子，对孩子的期望太大了，也从来不问小孩真正想要做什么。啊，好，什么叫有面子？就是你在别人的面前可以很骄傲啊，觉得我很厉害，你会很有面子啊。好 ，OK。老师希望他参加学校的英语演讲比赛。老师说：“你英文很好，不去太可惜了。你给我个面，可以啊，你给我个面子好不好？哦，可以，没问题。哦，好，那阿哲的英文不错哦，所以老师希望他参加 参加学校的英语演讲比赛。老师说。”你英文很好，不去参加比赛太可惜了。好，什么叫太可惜了 ？Too pitiful， 可惜就是 It's a pity that 可惜啊。好，那如果你感到很可惜，表示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做哦，不应该不做的，应该要做。好，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参加过演讲比赛啊？如果你要参加演讲比赛的话，你的口齿要清晰，我们学过这个成语，对不对？要口齿清晰，而且呢，你要不怕在很多人面前说话。有的人看到前面好多人，他不敢说话了。如果你要参加演讲比赛的话，你要不怕生，你要不怕陌生人哦。好，我刚刚说怕生，知道怎么写吗？怕生就是你怕跟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你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在一起，那么你就是一个怕生的人啊。怕生的人就是你不太喜欢跟不认识的人在一起啊。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你们是个怕生的人吗？我是。如果有一个地方很多我不认识的人，我会不太敢说话。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不晓得要说什么，对不对？哦，好，朋友们觉得当网红很酷，总问他阿哲要不要一起拍视频，想创意。好，那朋友们觉得当网红，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当网红，对不对？当网红就是像 online influencer， 网红就是在网络上很有名的人。很红的人哦，叫网红。理查老师是不是网红？我还没有那么有名，我应该不是网红啊，我是个内容创作者，还不算是网红。我觉得网红应该要算有名的哦，内容创作者才能叫网红啊。好，哇，同学们、朋友们觉得哇，阿哲，我们去当网红好不好？因为啊，当网红很酷 ，very cool， 很酷。然后他们总问他 always ask him 总问他阿哲要不要一起拍视频。好，那么拍视频，如果你要当网红的话，你常常要到外面去外拍，对不对？拿着手机把你的生活录下来，然后放到网络上去，很多人喜欢你，慢慢的订阅的人变多了，你变有名了，那么你就变网红了，对不对？我是网红吗？ Really？ 好，想创意，想 come up with 创意 idea creative ideas。 好，那各位同学，创意一定是没有人想过的东西，它是一个创意，新鲜的、好玩的、特别的。创意一定很特别 special， 一定呢很少人想到过创就是创新creative意就是主意 idea， 创意就是 idea creative idea， 对 innovation innovation。 好的，那你要拍视频，你要当网红，你一定要有很多创意所以创意这个词希望大家记起来。如果你要当网红
或者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想一个新的产品，你的心里，你的脑袋里一定要想到很多创意，别人想不到的那你就会创造出别人想不到的产品或视频出来Hello 林子，欢迎。网红是明星吗？网络上的明星吗？应该算网络上有名的人网络上有名的人。老师为什么不变网红呢？我没办法当网红，网红真的要很有创意。理查老师觉得我的创意不够多而且想创意有时候好累好辛苦好，那有的人不想当网红是因为有时候网红要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大家。比如说我有男朋友我有女朋友了，我要让你们知道今天我要去哪里了，我要让你们知道。有些人比较重视个人隐私 personal privacy， 有的人是很重视个人隐私的，所以他不适合当网红，因为当网红要把自己的私生活分享出来。像我不喜欢把我的隐私分享出去，那我就不适合当网红好，你们会不会写个人隐私personal privacy私生活 personal life private life 私生活。好，听到这么多意见，阿哲的脑子越来越乱，心情也越来越糟糕。各位同学，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爸爸妈妈有一种想法，朋友有一种想法，老师也有一种想法，每个人都希望你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所以你会觉得脑子里的声音好多，好烦，我到底要听谁的？我到底是谁？我一定要变成他们想的那个人吗？还是我可以做自己呢？所以各位同学，越来越多的人给你意见或想法的时候，你会觉得脑子很乱，心情很糟，难道我就不能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吗？所以阿哲听到这么多意见意见就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见解，阿哲的脑子越来越乱 messy 乱，心情也越来越 terrible 糟糕，心情越来越糟 more and more 越来越 more and more好，越来越糟糕就是 worse and worse 好Mandarin 你重视个人隐私，所以你都没有社交媒体好，对，你看阿哲要像父母的期望一样吗？当医生，还是要像老师说的阿哲参加英文演讲比赛，还是要像朋友说的我们去当网红吧？到底要听谁的？好乱，好烦annoyed 好烦好 OK 我们往下看。大家都说阿哲聪明听话成绩好，但他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好，大家都说阿哲很聪明，阿哲你真聪明，阿哲你很听话。什么叫听话？顺从听别人的话，听爸妈的话，你很顺从，爸爸妈妈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听话的人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很听话很顺从好，成绩好，但他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知道你要什么吗？各位同学，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想要什么？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平静的生活，还是想要当一个有名的人，还是结婚之后生个小孩，然后享受快乐的家庭生活？你到底想要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你希望能够当网红？你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有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但是阿哲，当然因为阿哲还年轻，他还不晓得自己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他到底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他到底要往什么样的目标前进？他还不晓得啊。但是别人都给他意见，别人都给他意见，对不对？好，而已有时候是像 only 一样啊，通常放在句尾，句子的最后啊，而已就像 only 一样放在句子的最后啊。好，一天放学后，阿哲走在公园里，看见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好，那有一天放学了，阿哲走在公园里，从这张图我觉得阿哲现在的心情应该是很有一点孤单寂寞，有一点不知所措，有一点心慌意乱的感觉，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啊，所以呢，他走在公园里，看见夕阳。什么叫夕阳呢？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天空会一片金黄色的那种感觉，那个就叫夕阳哦。我们说晚霞，中文会说晚霞哦，这个英文好像没有这个词耶哦。好，就是日落的时候 sunset， 那个云会变成金色的那种感觉，中文可以说夕阳，或者说晚霞。那个时候太阳西下的时候，太阳西落的时候，太阳会变得黄黄的金色的夕阳，旁边呢云也会被染成金色的，那个我们可以叫它晚霞。哇，很漂亮，对不对？夕阳跟晚霞都非常的漂亮啊。好，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所以会给你一种更加寂寞孤单的感觉。这是我的影子，我的影子很孤单，我也很孤单，我该怎么办呢？我的未来是什么呢？我该怎么做呢？有时候你会不知所措，因为你不晓得你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啊。日出是 sunrise， sunrise 日出啊。好 sunrise 哦。好的，我们再往下看。阿哲突然哭了，他心想，我就像这个影子，只能跟在别人身后，我到底是谁？好，阿哲为什么会哭呢？各位同学，你们想一想。我觉得阿哲突然想到自己是谁，为什么我还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他心里突然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的时候，你一定会很伤心。所以阿哲哭了哦。好，他心想，我就像这个影子一样，只能跟在别人身后，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爸爸妈妈要我学医我就学医，老师要我参加演讲比赛我就参加，然后呢，朋友呢希望当网红，我就去当网红吧。所以他好像都一直跟在别人身后哦。好 OK， 然后说我到底是谁？阿哲到底是谁哦，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阿哲垂头丧气，阿哲垂头丧气，坐在长椅上。他想起小时候最喜欢画画。好，各位同学，垂头丧气是一个成语，表示你 discouraged， 你觉得没有精神，你觉得受到挫折，你觉得灰心丧志，中文还可以说灰心丧志，垂头丧气都是一样的意思哦，就是你没有精神，你可能受到了失败，可能受到了挫折啊，所以你会垂头丧气，或者你也可以说灰心丧志，灰心丧志啊。好，坐在长椅上。好，一般来说长椅都在公园里面啊，公园里的椅子一般来说都是长椅啊，就像英文说的 bench
公园里的长椅。那他想起小时候最喜欢画画，很多人小时候都喜欢画画，对不对？好，那时阿哲的逛街逛到底，听得懂，但是不会这样用嘛，很少这样用，要看他的语境啊，看他的语境。那时阿哲的世界里很单纯，只有美丽的颜色和线条。好，阿哲知不知道自己的爱好是什么？我想他只记得小时候他喜欢画画，对不对？好，所以小时候那时指的是阿哲小时候，他的世界里很单纯 ，very simple world， 很单纯 ，naive simple 单纯，只有美丽的颜色，因为他喜欢画画，对不对？画画有颜料的颜色彩色笔的颜色，还有线条。所以他想起小时候很开心很单纯，他喜欢画画，每天都画画，每天都看到美丽的颜色，每天都画线条，开开心心的感觉好，后来父母说画画没有用 useless 没有用，这个阿哲画画没有用，不可以画画，你要当医生所以阿哲也渐渐忘记了自己的爱好。好，渐渐 little by little gradually 慢慢的意思渐渐的就是慢慢的 slowly and gradually 他也慢慢的忘记了自己的爱好，他忘记了小时候爱画画这件事情，因为爸爸妈妈觉得画画没有用亚洲的父母是不是都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当艺术家没有用当艺术家有什么用？赚不了钱对不对？好，这时一个小孩跑过来，手里拿着风筝，他问哥哥：“你在这里发呆吗？”好，那阿哲正在思考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跑过来，他的手里拿着风筝风筝就是这个东西你们一定放过风筝。好，风筝 fly a kite， 中文不要说飞风筝，中文说放 OK， 放风筝。好，打一下放风筝一定要用对动词放风筝好，手里拿着风筝，他问哥哥：“你在这里发呆吗？”好，什么叫发呆？出神了，突然开小差了，发呆space out daydreaming 发呆你突然什么都不做，胡思乱想的感觉发呆。好，我们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发呆了，老师在教室里讲课，结果你想到女朋友，你想到男朋友，你想到玩游戏，发呆了你没有专心没有专心，你就发呆了我们中文会说分心了 distract 分心了。上课的时候你们有时候一边上课一边看手机，结果呢没有专心上课，分心了 distract 你们分心了心不在焉，很好你们最喜欢上课的时候发呆分心心不在焉好，Richard 说，如果我是阿哲，我会做我喜欢做的事。很好好，阿哲点点头。小孩说，风筝要飞得高，不但要有线，也要风的帮忙。好 OK， 所以小孩子我们中文说童言童语，就是小孩子说话没有逻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童言童语childlike words 童言童语，有时候童言童语也蛮有意思的好，小孩子说风筝要飞得高，不但要有手上的线，也要有风的帮忙，风筝才飞得起来呀所以呢阿哲要找自己，不但要有父母老师朋友的期望，自己也要帮忙才可以，自己要帮助自己风筝才会飞得高，
风筝才会飞得高，意思就是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中文有一句俗语叫做天助自助者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天会帮助自己的人，所以中文有一句俗语叫做天助自助者，天助自助者，上天会帮助自己的人啊。好 ，OK， 你就是线，必须找到自己的风。好，自己就是线，但是你也要找到风的方向，要找到有风的地方，你才能够飞起来，你才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好，听完小孩的话，阿哲好像明白了什么，好像 seemingly 啊 ，it look like 好像，阿哲好像 understand， 阿哲好像明白了什么啊？对，点头摇头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哦。那天晚上，阿哲回到房间，拿出旧画笔，在纸上画下公园的小孩子、夕阳和风筝。好，我们都知道阿哲小时候喜欢画画，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回到房间之后，他拿出以前小时候用的旧画笔 old brush， 画笔就是画画用的笔，画画用的笔叫画笔在纸的上面画下了公园里的小孩子、夕阳和风筝。好，他开始想要试试看自己还喜不喜欢画画阿哲在日记里或日记上也可以阿哲在日记上写下：寻找自我是一段旅程，我永远不会放弃。好，阿哲在日记上，日记是什么呢？有的人有写日记的习惯 ，keep a diary， 那就是会把你每天的生活、每天的想法写在一个本子上面，那个本子就叫做日记本，中文叫日记本 diary。你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呢？理查老师小时候有写日记的习惯，那个时候写了2年的日记但是后来长大比较忙，就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了。所以现在理查老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有的人会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每天的想法把它写在日记上面，日记就好像是他的好朋友一样所以不晓得你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好，寻找自我是一段旅程。旅程这个词汇就像英文的 journey， 但是是抽象的，像人生的旅程、成长的一个旅程这个旅程不是真的 journey， 不是，它不是真的旅行。旅程通常是抽象的，旅行是你真的到一个地方去玩，或者呢去看看那里的风景去体验那里的生活，这个叫旅行 trip。 旅程通常是抽象的，是人生的经历，是一段过程，这个我们中文会用旅程这个词如果你真的去一个国家玩，去一个风景区玩，这个我们可以说旅行或旅游好，这个量词也请你们注意一下一段旅程，我永远不会忘记。好， I will never give up， 永远不会。好，中文很常说永远不会 forever not， forever won't， 其实就是 never 的意思，从不的意思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永不放弃。中文你也常常听到有人说永不放弃，就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你在看一些中文的格言一些这个谚语，会听到永不放弃这4个字，其实就是英文的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好，你也可以说永远不会放弃，没问题好，
好，那么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其实这个故事呢，没有一个结局，它是没有结局的。好，就像人生一样，我们还没有经历过，不晓得结局是什么。你的人生可能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要不断的去寻找自己，去过生活。过生活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生活其实是充满了挑战跟考验的，生活也不简单，对不对？所以我们中文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每个人的生活一定有自己的困难，一定有自己的烦恼，一定有自己的挑战，但是记得千万不要放弃，好好的利用每一天，好好的学习，每天都进步一小步，每天都进步一小步，365天下来，你的一小步就会累积成一大步。所以各位同学，你不要觉得我不晓得我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每天都浪费时间，每天都随便过生活，不行我们要每天都要追寻目标好，我们来问问题。问题一，阿哲的父母希望他做什么？这题很简单，对不对？好，你还记得吗？阿哲的父母他们希望阿哲找一种工作是能赚很多钱的，而且呢，在亲友面前有面子，能在亲友面前有面子。所以阿哲的父母希望他做什么？答对了，当医生当医生，非常好。好的，阿哲的父母希望他去学医，希望他去当医生。为什么呢？当医生能赚很多钱，而且在亲友面前有面子。好 ，OK， 中国人真的很爱面子，对不对好，问题二，阿哲小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好简单这个图已经给你答案了阿哲在公园里的时候，他坐在长椅上，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爱好是什么？好简单，画画，答对了，很好。阿哲小时候最喜欢画画，那你还记得故事里用什么样的描述吗？那时候阿哲画画的时候，他的世界很 simple， 那个词还记得吗？那时候阿哲的世界很 simple naive， 那个词还记得吗？单纯，阿哲的世界很单纯很好，答对了。那他的世界里只有美丽的颜色和线条，他的世界里没有烦恼，只有美丽的颜色和线条所以你去回想一下故事里用了什么句子，用了什么词汇，那你的中文就会进步得很快，因为你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记忆好，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一定要多用记忆、思考、回答问题这些方法来让自己的中文进步好，问题三，阿哲在公园里遇到了谁？这题也好简单好，他在公园遇到了谁？遇到了警察吗？遇到了老婆婆？遇到了老爷爷？遇到了他父母？还是遇到了老师？对，遇到了一个小孩子。阿哲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个小孩子。那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刚刚故事里告诉我们，这个小孩子手上拿着什么？风筝，很好。阿哲在公园里遇到了小男孩，他手上拿着一个风筝。好，他跟阿哲说，风筝要飞得高，要有线，也要有风，对不对？你就是那个线，你就是手中的那根线，你也要有风，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对不对？这个小孩子也太聪明了吧，他应该不是真的小孩子，他可能是一个外星人。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子，正常的小孩子怎么会懂那么多呢？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小孩子童言童语他童言童语，他是无心说的话无心说的话。好 ，OK， 那这个3个问题我们都已经回答了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词汇。
外星人，影子，影子，影子。好，线，线，风筝的线，或者你织衣服织围巾用的线也可以叫线，或者我们上数学课的时候画一条线 line thread 这个都是线的意思好，日记你也可以说日记本日记，日记本。好 ，OK， 日记本画笔，画笔，画笔。好，这支笔就是画笔来，夕阳，大陆应该念夕阳吗？大陆念夕阳，我不晓得，有点奇怪。在台湾我们念夕阳，四声的夕阳夕阳很美，对不对？这个太阳西下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夕阳。那这边呢，云都被染成金色的，天空跟云都被染成金色的，哇，这么美！中文叫什么霞？还记得吗？太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叫它夕阳。那它周围的云跟天空都被染成金色的，很美很美。那个我们中文叫什么霞？还记得吗？晚霞，答对了，晚霞。晚霞是一种很美很美的景色，对不对？晚霞，云跟天空都被染成金黄色的，那个叫做晚霞。特别注意晚霞一定是在傍晚的时候才能叫晚霞，日出的时候不能叫晚霞晚霞一定是在 evening 的时候evening 傍晚的时候。好，风筝，你会放风筝吗？风筝风筝，你放过风筝吗？放风筝是很有意思的活动好 ，OK， 那 Twilight， I'm not sure， 应该不是 Twilight。好，英文好像没有晚霞的英文，如果有，请你们在留言区告诉我好不好？各位同学，如果你知道夕阳跟晚霞的英文怎么翻译，请你留言告诉我，因为夕阳应该就翻译成 sunset， 但是晚霞英文好像没有一个词汇是晚霞，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可以留言告诉我。晚霞的时候，湖面上照下了夕阳如花。这句不是那么通顺好，蓝墨你也可以留言然后我帮你改通顺一点。好，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咯，礼拜四我们再来继续学习 HSK 的课程。好，晚安咯，拜拜。